亚洲的10大电影公司。这些电影公司的老板，他们有什么资格去开一家电影公司？你们曾经想过吗？多少次的放弃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树全。就几个礼拜前，是我们的同学的期中报告。我有一组同学上来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，叫做亚洲的10大电影公司。这组同学呢，把亚洲的一些非常知名的电影公司，他们的历史、他们的营运方式、他们的成功因素，还有各个东西，全部做了一个完整的期中报告的 PowerPoint 的简报。其中也当然谈到大家耳熟能详的嘉禾、邵氏、英皇、新艺城这些电影公司。这些同学做了非常仔细的报告，我在他们的每一个报告里面，我都会要求他们一定要写出这些公司的基本的成功因素，为什么他们成功，然后让他从这个过程，他们可以学习到这些企业每一家不同的成功因素。当他们做完了报告之后，那一天我走到台前，我问了同学一个问题：这些电影公司的老板，他们有什么资格去开一家电影公司？你们曾经想过吗？我暂且，你一定会说他们有钱，有什么东西呀？有钱资金，每一家公司有的有钱，有的公司开始的是没钱啊，去找到资金，有的是当然有钱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凭什么有这个能力去开一个电影公司？这些老板都不是你在台面上熟悉的演员，也不是这些编剧，也不是这些导演，他们都是一群在幕后工作的人。那他们是凭了什么资格来开电影公司？最后，我帮同学做了一个分析，这些老板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当他们开电影公司的时候，他们有能力去收到钱。很多创意界的朋友，无论是制作人、导演、编曲这些人，他们很会拍电影，但是不一定有能力去收钱，或是收得到钱。公司里面有行销部，有业务部。我把这三个字写在黑板上，我请同学回答，到底企宣部、行销部跟业务部的差别。同学举手，有的讲了一大堆，我在最后告诉你一个最大的差别。行销部是负责做广告，做那些东西，做推广，我们都知道。但跟业务部有什么差别呢？差别就是行销部是花钱的，业务部是收钱的。行销部花钱去买广告、下广告，去做不同的宣传，业务部是那个人安安静静的跑到不同的通路，去把那些钱、那些账收进来，那个才是真正能把公司撑下去、继续往下走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同样的，这几家电影公司的大老板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能力，就是把货铺到通路之后，那是一件事情，但是能再从通路这个地方再收到钱，那才是个本领。往往在每一家的唱片公司里面，那些业务部的人都会在公司里面待上很久很久的时间，做个10年20年。但在行销部，常常这些人会换，原因是广告做好的，行销成功了，
这个产品这部电影马上红得很爆红，哎，这个行销广告大师就一直做下去。但是一个电影没做好垮下来，这个负责行销气宣的就只好离开了。但是那个做业务的主管，他可以待在公司里面待得很久，因为他稳稳的在后面收钱，他会有能力把这些钱从通路里面拿回来。嘉禾、邵氏、英皇这些公司之所以能成立，他们有能力把钱收进来。我也跟这些同学解释了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以货换货。我们很多时候把东西产品铺到市场上去了之后呢，这个月我们铺了货出去，到了月底要结账的时候，很多唱片卖不掉，这些货就会退回来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在会计上进账出账，然后扣多少钱。所以呢，当你退回2000张唱片的时候，我们再补下一个月要的新专辑的2000张唱片挂着放在架子上面。这个东西我们称它为以货换货。所以呢，只有在大的通路的之下，他才有这个能力去把实际的钱从通路里面拿回来。如果今天同样，我举个例子，同样一个人很会唱歌，做了很棒的 CD， 那他自己做了 CD， 把它放在唱片行或者放在通路上，他不见得收得到钱。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个专业的通路之下的时候呢，他才可能收到钱，因为这产业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产业链。就像我们在音乐里面，我们的货也会铺到不同的 KTV， 每一家 KTV， 每一个电影院的院线都已经知道3个月之后，他们已经排好那个行程了，几月份要上什么，上哪一个专辑，上哪一部电影。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预先排好，广告也要预先就要放出去，所以呢，这整个通路是一个叫做产业链，上游、中游、下游，每一个都是卡在一起的。那这个金钱呢，也是在这个上游、下游，这是捆绑在一起的。这个整个结构造成这些业务的人，他有办法在通路里面把钱收到。如果不是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人，他在外面突然间跳进来，他都不一定拿得到钱。因为戏院这些院线，或是这些唱片行，或这些通路、这些网路、这些行销通路，他没有办法跳出来跟你单一家公司去跟你合作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你以货换货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在产业链里面，而且很多年的资历，你才有办法把这个钱收得到。所以呢，在期末报告的尾巴，我跟同学解释，你自己观察一下，你的资源是什么，你熟悉的是什么。如果你熟悉的是业务，那你就去成立这样的业务的公司。如果你熟悉的是创意的话，那你就去从事创意的编剧制作这些工作。谈到这边，我再问你下一个问题。你们都听过那个猫剧，你也听过歌剧魅影这些知名的百老汇歌剧，那个幕后创作的那个人叫做韦伯先生，叫 Roy Weber， 他的公司叫做 Really Useful Group， 全世界都有很多的分公司。我要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，然后你也知道猫剧这些歌剧都拍出来，有很多人唱这些歌， Sarah Brightman 莎拉布莱曼把他这些歌唱红的。我问你一个小问题，你想一想，韦伯先生是先有歌还是先有Sarah Brightman？ 是先有歌还是先有艺人？我为什么今天要问你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在我周边很多的合作的伙伴，他们往往不太确定他们要走哪一条线。你要当一个制作人，还是你要当一个导演，还是你要做一个录音室的老板？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如果你要当一个录音室的老板，你的责任就是把你的器材一直 update， 一直更新，然后保持最棒的一个状态。任何机器坏了，把它修到最好，让你的客户进来。我在美国的录音室里面，我实际的告诉你，有时候我们那些混音师赚的钱比我还多，
因为客户指定的就是要那个混音师。我们身为录音室的老板，我只是去买器材，把它放在那边。我去向银行贷款买的器材，把最好的器材放在那边，让他们去使用。但是实际上，有些录音师赚的钱比我老板还赚得多，因为客户指定就是要他们。好，有了这个概念之后，我再反过来带你思考一件事情：当你是个词曲创作人，像韦伯先生的时候，你是先写歌，还是先找艺人？给你3秒钟，你去想一想。好，现在你想一想，如果你去找了艺人，这个艺人一红了以后，他可能就跟你翻脸不认人了。也可能他因为结婚的元素，也可能因为他交男朋友的文宣，他的生命中有一些变化，他马上就变了。所以我要在这边提醒你，如果你是韦伯，我会告诉你，你把你的音乐全部做出来，你把你的编曲全部做出来，然后做一个动作叫 casting， casting， 就是大量的去 casting， 去找100个歌手来唱，看哪一个歌手能把你这首歌唱火起来。那个唱活的，你就去开始把它捧出来，那个就是后来的 Sarah Brightman。你的专长如果是写歌的话，你就把你的歌做到最棒，编曲做到最棒，然后去找哪一个艺人能帮你唱红的，千万不要颠倒。我看到很多的制作人喜欢上、欣赏上某一个歌手，然后就去为那个歌手去帮他写了一首歌。当然，你在新闻上常常都听到某某人为某某艺人专心打造了一首歌，有没有这样？当然有，这种例子很多，但也有很多讲出来那是为了炒新闻来宣传效果而做的。我不排斥这些，我自己也亲身走过这些例子。有人帮我以我为主写了一首歌叫做《回》，你们都知道，用我的故事，用我的背景写 ，That's okay。但是如果你是制作人哦，那你自己要看一看。你做制作人的话，我会给你一个建议：先把你自己的歌做到最棒了之后，然后去做 casting， 去寻找哪一个艺人，哪一个能把你的歌唱火起来，那才是关键。韦伯就是这样做起来的。我希望今天这个概念能给你一些想法。你如果是工程师，如果你想做的是当一个录音室的老板，那你就要去负责把你的器材硬体软体做到最棒，然后随时都是 maintain 维护的最棒。维护其实常常在录音室里面是最难的一节，往往是所有录音师都忘记忽略的。器材的维修才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，让每一个器材的效果做到最棒。那如果你是制作人的话，那我会给你个建议，你就把你的歌曲准备好，然后去找 casting， 哪一个人能把你唱红的，就用那个人，然后把它捧起来。OK， 千万不要先去为某一个艺人，除非那个艺人已经确定是唱片公司要去力捧的那个人，然后去推那个人的，那你去为那个打造一首歌，那是 OK， 那是一个特殊任务。但是你的人生事业千万不要等待这种事情发生，你的事业规划就去做你能掌握的事情，把你的音乐做好，然后去做 casting。 我希望今天讲的这几个概念，同样的那几个10大电影公司，他们的老板都有这个些共同性，就是他们能收到钱，他们是业务的幕后的业务高手，那他们就在做这些电影公司，他们知道如何在通路里面，然后就把这个票房的钱能收进来，能收得到，然后在不同的管道，出租的管道、网络的管道能收得到钱，那才是他们的本领。所以退一步想一想，你的经验、你的才华、你的能力在哪里，然后好好的去做你能掌握的事情，然后一段一段、一步一步的去做。OK。这样的回忆